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Joey。我们现在呢在上海的浦东国际机场，准备乘坐一个南方航空的飞机从上海经武汉去旧金山。那么我们前面呢要到 B 岛去值机。这里呢就是国内值机，因为我们首段航班是国内线。刚才呢就迅速值了一下机，那个小姐姐和我说。去旧金山行李不需要在武汉拿出来，那么这样子的话是比较方便的。然后登机牌去旧金山那一段也给我打出来了，所以看看武汉中转怎么样，我们马上去进安检。我们这里呢要前往 H166号卫星厅，我都不知道浦东有卫星厅，可能还得坐个小火车即可。今天上海到武汉有一架13年的波音787-8飞机直飞，可以搭载172名乘客。空服员对乘客打招呼还是挺热情的。经济舱采用33布局。现在来评测一下飞机座椅，没有机上娱乐系统，却有一个小桌板。关上小桌板，下面呢是飞行守则和一些杂志。座位间距约为31英寸，不是很大。还发现了这个老古董，现在应该已经停止使用了。这个呢就是机舱内部环境，还不错。For encouraging passengers to order food on demand, it is now accessible to select. 我们现在呢到了武汉天河机场，有个工作人员问我们有没有去旧金山的乘客，他说了一下。流程好像是在飞机场里面就可以到4楼就可以出去了，但是要过一下边检。这个中转柜台也不开。刚才问了一下工作人员，说去美国就是要从这里出去上4楼，重新过安检、海关、边检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重新过一遍。所以现在呢，只有行李是直挂的，但是你这个人要出去然后再进来。OK， 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出了机场的禁区，到了天河国际机场 T3的4楼，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在机场里面走一走，到国际出发的安检口，这里就是前面，这里啊先国际出发，先过海关，然后是安检还是什么，进去看一眼吧。中国海关，国际出发。那我们现在呢就慢速的过了一下，先是检验检疫，然后是边检，最后是安检，所以到了武汉机场的 T3 国际出发城，也没什么人，从武汉出去，先买点东西吃个饭，然后上飞机。前面这架呢就是今天晚上直飞武汉旧金山的波音777-300飞机，它的机龄大概快12年了。座位数361个，我们现在准备登机了。今晚的登机口是331和331A 经济舱，开始登机。这里是超级经济舱，采用242布局。往后走一点点呢，就是我们的普通经济舱。采用的是比较宽敞的333布局，座位宽度可以达到18.5英寸。因为美国航司的777一般都采用343布局，这样的话就中间还多了一个位置。我们现在呢来评测一下座位，座椅干净整洁，提供毛毯和枕头。座椅前方搭载一块有点年代感的8寸显示器，这里呢有一个小桌板，关上小桌板。这里是耳机和飞行手册，就这些。座位间距约为33英寸，还比较宽敞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舱内环境，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，所以灯光打得稍微暗了些。我们现在呢已经登机1个小时了，但是南方航空地面装载作业还没有完成，所以还要等。没有任何机长广播，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装载完成可以起飞。什么鬼？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站起来，包括我，因为实在是坐不住了。
现在呢已经是北京时间早上的1点半了，已经晚了2个小时。原因呢是机上有一位贵客，他要接受健康评估，他评估了2个小时，现在评估好了，他可以上飞机。那么我们现在300多号人在飞机上等了2个小时，这个时间怎么算？我不知道南方航空的上面是怎么想的。反正那位要评估的旅客已经上飞机了，那就希望他在飞机上的时候不要突然想下来，那我们这一趟又白费。起飞，来看一下这份迟来的晚餐：土豆牛肉、橙汁儿、小面包、水果和香肠沙拉，就这些。看一下早餐：咖喱牛肉酥、饼干、巧克力、榛果粒、果酱、牛角包和香蕉，居然没有热的，也是惊了。行程的最后评测一下洗手间、马桶、婴儿座椅、洗手盆还蛮大的，上面呢就是一些纸巾和杯子，还行。我们现在呢就到了旧金山，飞机晚点1小时40分钟。入境的时候呢，先边走边聊对南方航空的体验。总体来说呢，南方航空这个体验不是特别好。我觉得这个晚点不是由于安全原因，而是因为有一些人得到了特殊待遇。然后那个机长也是1个半小时之后才告诉我们真正晚点的原因，为什么不能推出，让300多号人在飞机上等2-3个小时是一件很不尊重乘客的事情。所以南方航空这个公司，我觉得至少从机长到管理层都是有问题的这一段航程。但是要表彰一下那个乘务员，他们工作态度还是很认真的，因为就算有晚点，机舱门关闭之前他们是没有工资的，所以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专业，很好。这件事情呢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刚才呢1秒入境美国，现在呢我们继续说南方航空的事儿。就是上海到武汉，然后武汉到旧金山，这个航程其实做的不是很舒服，因为武汉机场中转的程序比较繁琐，你要先出了国内的候机厅，然后再过一遍中国海关，乱七八糟的什么安检啊、边检什么的，过完以后你才能去国际出发，所以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麻烦的。对于这一次体验来说呢，从上海、武汉到旧金山这个航段，我觉得南方航空没有下次，然后体验极差。对于这件事情来说呢，我和一个前辈也在闲聊的时候说到，这种事情只可能在中国大陆航司出现，其他的国际航司都不可能会这样。OK， 那么既然已经入境了美国，正在提行李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